在充满了算计杀戮的浩然天下里，唯独李保平活成了所有人心里的一道光。即使是杀力通天的阿良心机深沉的摧残，看到他时都会收起那一身戾气。很多人觉得是因为他背景硬，道祖大弟子的亲妹妹谁敢惹？但在我看来，这种看法真的看低了他。李保平能横行天下，靠的从来不是背景，而是因为他是陈平安亲手养大的整座天下最干净的一个童话。保平，如果未来我遭遇意外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不要害怕，那些山虽然看着远，但只要咬着牙，脑海里想着不管怎么样走到山脚就好，就真的能走到山脚。咱们先看看她在小镇时的画风，自信十足的大小姐，按理说该是那个最懂规矩的人，结果呢，她活成了全镇最没规矩的孩子。自学女红，不搞宅斗，天天穿着红棉袄下河摸鱼，蹲草丛逮蛐蛐，就连粗长的树枝也敢撸起袖子扛在肩头。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，我力气小，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。这种傻气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福地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的叛逆。别人都在拼命往上爬，想把别人踩在脚下，只有他活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小太阳。正是这种极度的反差萌，才让齐静春破例收徒，也让陈平安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他。因为在那个全是灰色的世界里，他是唯一的亮色。很多人说他黏陈平安是个跟屁虫，我觉得这话说的太轻了。对于年少的李保平来说，陈平安不仅仅是小师叔，更是他的信仰。小师叔呢？小师叔怎么还没回来？齐先生死后，世界崩塌了，是陈平安背着他，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诉他，道理还在，我们还能活得像个人。在去大隋的路上，他看着陈平安砍柴烧炭，看着他为了几文钱跟人讲道理，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迂腐可笑的坚持，在李保平眼里却是发着光的。所以当陈平安离开时，他哭得那么惨，那不是被抛弃的委屈，那是一种信仰突然抽离的恐慌。他怕的不是没人保护，他怕的是那个教他虽然弱小但要正直的人从此消失在江湖里。好在那个红衣小姑娘并没有垮掉。15年后，她再现身时，已经是一身红衣腰挂侠刀的女夫子。她对着千夫所指，喊出那句我要和这座天下讲个道理。这一幕真的让人头皮发麻。她不仅仅是模仿陈平安，她是在替陈平安向这个世界宣战。你们笑我小师叔傻，那我就用我的拳头和道理告诉你们，傻人才是对的。这种为了维护一个人一种价值观而爆发出的力量，才是他最硬的底牌。他把陈平安的影子活成了自己的骨血。他走陈平安走过的路，和他喝过的酒，不仅仅是思念，更是一种无声的示威。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李保平？因为他活出了我们最渴望的样子。在这个即使是善良都会被嘲笑的时代，他用一生证明了纯真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。他从那个只会哭鼻子的小跟屁虫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女侠，但只要陈平安一回头，他永远是那个眼神清澈的小师侄。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答案。愿你出走半生，看尽世间丑恶，归来时仍能守住心里那个相信童话的红衣少年。